场前所未见的浩劫。是五大国那边的连线请求。五大国正在进行联合会议。我提前知会他们，议题一旦涉及到那头神秘怪兽，便及时与我们连线。总统先生，我们已经浏览过那则基地遇袭的视频。现在亚美利加本土情况如何？海域怪兽在他的带领下，不断向内陆侵袭，甚至有其他怪兽带队分头进攻。到现在，共有4座战争基地被毁，超过21万士兵丧生。是一直蛰伏在海里的那2头兽皇。要是他们也参与进来，情况就更危急了。我们得尽快搜集情报，以便想出对策。不知各位是否知道它的来历？根据韩夏所掌握的资料，有一种宇宙生命的特征和这头怪兽吻合。我国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解封最高机密文件——玄机7号档案。李司令，由你来讲解一下。我们韩夏军方为掌握海域怪兽动向，长期进行海洋侦测，期间也曾发现过古文明遗迹，其中2号古文明遗迹就有记载部分宇宙生命的信息。该遗迹中的信息显示，有种怪兽数量极少，但只要成年就能成为宇宙级。这种怪兽叫做星空巨兽。星空巨兽，以前从未听过。星空巨兽？什么星空巨兽？星空巨兽有不同的类别，它能吞下战争基地，应该就是其中的吞噬类。吞噬类？这个类别具有吞噬万物的能力。那这头星空巨兽实力大概多少？有没有宇宙级啊？资料描述，宇宙级星空巨兽体长为数千米至万米，这一头仅180米。据我方估计，是行星级8到9阶，或者是恒星级。这或许是地球人类第一次遭遇恒星级的对手。恒星级是什么？什么恒星级？那该怎么对付他？要不然，亚美利加不知还会有多少伤亡。战神宫智能系统对该怪兽的战斗数据进行搜集和整理。这么快？红哥，他的速度是我们的2到3倍了吧？我作为行星级3阶的精神意识，就算有动天梭，飞行速度也刚超过5000米每秒。无论从第3元老的战斗表现看，还是从数据看，人类要正面对抗星空巨兽，只怕毫无胜算。巴巴塔，你认不认得屏幕上出现的怪兽？
天，你们是上哪弄来的视频？就是地球上的。它出现在地球？这怎么可能啊！主人闯荡宇宙6000多万年，也只碰到过3头星空巨兽，且没有一头是这样的高等血统。高等血统？巴巴塔，你说清楚。分氏类的星空巨兽有2代巅峰血统，一种是圆心巨兽，一种是金角巨兽，而这个就是这2种当中更加凶残、名气更大的金角巨兽。它的现身，就意味着地球已经被宣判死刑。宣判死刑？我的同学、老师、武馆师兄弟、教官，我的父母亲人，我的爱人，我从小到大接触的所有人，都只是寒夏民族其中一个不起眼的很小很小的一滴水，而寒夏民族则是地球人类的一部分。现在完了，不，一定要杀了他，他一定得死。你发烧了吗？你一个行星级3阶精神孽师，竟然敢招惹恒星级金角巨兽！你是有陨墨一脉传承，可金角巨兽的背景也很大，他血统高贵，实力强大，想杀他，简直就是做梦！我们没必要跟他硬拼的，就算危险，到时候让你躲进陨墨星号飞船内，飞船一关，他就算再厉害也破坏不了。而且，以陨墨星号惊人的重量，也不是他能吞下的。不，别傻了，大不了让你亲人也进入陨墨星号飞船吗？怎么，巴巴塔？难道我们像个缩头乌龟躲起来，躲过这场劫难？然后走出来一看，整个地球人类灭亡了，我爸妈认识的那些工友、邻居全都死光了，只剩下我们一家人，有意思吗？你让我爸妈怎么生活，我怎么生活？无法想象。理解不了你们人类的想法，根本不是对手，还反抗。人无法离开社会，无法脱离民族、祖国。地球上如果就孤零零的一个人活着，生不如死。巴巴塔，一个国家灭亡，幸存的子民有一个称呼，叫做亡国奴。地球是我的根，寒夏民族是我的根，而我也是其中的一片叶子。根如果死了，叶子还能活。巴巴塔，告诉我，怎么杀死他？没可能的。巴巴塔，你都能改造飞船，难道还不能制造厉害的武器将它击杀吗？轰杀恒星级的武器。罗峰，在宇宙中，恒星级已经算一方强者，宇宙级强者更是能靠肉体跟星际舰队搏杀。也就是说，一般星际舰队很难击杀宇宙级。击杀恒星级也是需要大威力的武器，这等威力武器制造非常复杂，最起码需要几年功夫。可是以金角巨兽的速度，1个月内绝对横扫整个地球。而且罗峰，大威力武器制造容易，发射呢？你要发射并且命中目标也很有难度。所以，如果真的要反抗，只有一个办法。是什么？你们地球上有一些宇宙战舰残骸，那些残骸中就可能配备大威力武器。虽然受到长时间侵蚀，早就无法用，可是我如果改造一下，或许还可能再用。当然，这要碰运气。毕竟能击杀恒星级的武器，在星际战舰中也算大威力了。比如你们馆主总部那艘飞船，只是运输舰，配备的武器一般都比较差。巴巴塔，你告诉我，
这头金角巨兽的准确实力，几支笔才能百战不殆。他，你看，他头上那根有大量金色密纹的独角旁，是不是有一个凸起？对，金角巨兽实力很好辨认，因为它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特征。幼体期额头只有一个独角，成长期额头开始生长第2个尖角，青年期额头开始生长第3个尖角，壮年期长出第4个尖角，巅峰期长出第5个尖角。实力越往后，尖角上的金色密纹越复杂，直至最后，尖角就仿佛金色，所以它才被称为金角巨兽。它第2个角才仅仅一个凸起，估计才踏入恒星期不久。不过它血统太强，成长速度非常惊人。在成长期，它会疯狂吞噬大量金属并吸收，实力不断提升。所以要杀必须赶紧杀，否则它会越来越强。难怪它吞噬战争基地，战争基地几乎都是金属。放心，它作为金角巨兽，虽然有体内世界，可毕竟是才刚刚结束幼体期的小家伙，每天的饭量是有限的。不过罗峰，我还是得劝你一句，星空巨兽每一头都不好惹，它们血脉中蕴含着古老的传承记忆，想杀星空巨兽很难。想杀星空巨兽中排名都非常靠前的金角巨兽，更是难上加难。主人曾听说，宇宙中有一位不朽碰到界主级金角巨兽，欲要击杀。按理说，不朽强者杀界主太容易了，可是那金角巨兽虽然斗不过，但还是逃掉了。这种数量无比稀少的最巅峰血统，或许你能战胜它，但要击杀它很难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他想要毁灭地球，那必须先踏过我们所有武者的尸体。地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，而身为武者的我，存在的意义，就是用生命誓死守护这个家园。你这个死脑筋，可惜雨墨星号上没有武器，不然以雨墨星号的强度，只要加速到惊人速度，加上它锋利无比的边缘，一个撞击就是一颗星球也能切割，杀恒星级跟切菜一样。可惜雨墨星号损坏，根本没办法飞。大卫，如果是行星级8阶9阶的怪兽，我们还有希望。可如果是恒星级，胜利的可能性最多只有1成。若采用大当量核弹打击，具备实施条件吗？大涅槃时期之前，超大当量的核弹连试验都没地方试验。可是基地式时代，空旷的上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多的是，条件是有的。详细计划还是交与各国专家讨论吧。司令，我是在想，如果失败，你是说民族传承计划？大涅槃时期以来，我们见过太多的老百姓因为怪兽而颠沛流离。如今好不容易才能在基地室中获得片刻安宁，没想到末日就这么来了。相信各国都一样，传承计划先暗中开始吧。如果我们地球人类真的反抗不了，再大规模启动。详细情况离开虚拟空间再谈。或许情况没那么糟。大家是地球的一员，没有一个愿意放弃。红哥，你有把握吗？没把握。不过，就算没把握，到了最后关头我也得上。我已升至行星级7阶，配合领域已经行星级内无敌，再配合吃木鸦精快速成长的魔云堂，就算跟恒星级1阶生死一战，
也未尝没有希望。最大的麻烦是不知道这一头星空巨兽的实力。各位，从我们亚美利家刚刚发送过来一段关于星空巨兽的视频。主要是我们总指挥部通过卫星发现那星空巨兽正在朝这方向飞，可是星空巨兽太快，军队还没完全撤退结束。又要被吞了。快上车！快！各位，这一段视频，我们发现2点：一，他这次没有吞噬战争基地，而是毁掉；二，他有远程攻击手段。混蛋！怎么了？我们之前一直在商议，使用超大当量的氢弹在这星空巨兽身体表面或者嘴里爆炸。之前我们最不放心的是它的吞噬能力，一旦吞噬，是否会对电子讯号形成干扰？不过这个难题，我们差不多能解决。现在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它有远程攻击。以它不可思议的防御能力，超大当量的氢弹，只要距离它超过50米爆炸，恐怕都破不了它的鳞甲。各位，氢弹一旦爆炸，其瞬间产生的超高温和扩散出的冲击波以及核辐射，都是普通民众所无法承受的。但对于星空巨兽这样的怪物，恐怕未必能达到致命效果。核辐射，连各位超越战神都不怕核辐射，更别说这星空巨兽了。所以，只有在足够近的距离内，瞬间的强大爆炸，才有机会重创甚至摧毁星空巨兽。超大当量的氢弹一旦爆炸，那瞬间爆炸的超高温，
就超2000万度。不过必须在他身边，因为巨变释放的超大能量是朝各个方向辐散，距离中心点越远，威力越弱。对星空巨兽这样神秘不可思议的存在，必须越近越好，最好是在他嘴巴里爆炸。他口腔内部防御绝对不及体表人家，到时候上亿吨当量的氢弹在他嘴巴里，一定炸得他头颅化为虚无。